听闻骇人听闻的一个在印度的西北部古吉拉特邦，两个人呢都一个是55岁哈，一个是30岁，他们其实是非常骇人，所以呢他们就见面了。见面了之后呢，这一对英国的夫妇就说我们那么整个的这个剧情发展到这里，孩子还没有带回，有点蹊跷了呢，就有点猫腻了。但是当警方介入调查之后，事情因为这个英国夫妇养完之后就不立刻带孩子回伦敦。带着你不一样的新闻啊！今天我们关注一个特别耸人听闻、骇人听闻的一个新闻，一个故事啊。这个新闻是讲的是什么呢？在2015年的时候，在印度有一个11岁的男孩，他叫 Gopal Sajani 他生活在印度的西北部古吉拉特邦一个小镇上面。他很早就没有了父母那么他只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姐夫，相依为命。然后命运非常的神奇，当时正好有一对从英国来的这个伦敦来的夫妇呢，就来到了这个古吉拉特邦，而且呢，他们表示想要收养一名孤儿，带回这个小镇。这两个人呢，一个是55岁一个是30岁，他们都生活在伦敦。在外人看来，这两个人的年龄比较大了。比起生养自己的孩子，去生一个孩子，所以领养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呢，他们的动机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来到当地就开始在报纸上去做这个广告，说我们想要收养一个孤儿，我们想把他带回到伦敦去生活。那当然对于那些已经被父母遗弃的，或者已经失掉双亲的这样的一些孤儿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这个福利院里面的孤儿被外国人被欧洲人领养有荷兰领养的，有德国领养的，英国领养的，法国都有，对吧？美国人领养的。那么他们在全世界都有这种领养的这种行为。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他们真的是出于一种善心，一种好心，想做好事，去帮助那些贫困的这些和贫困的家庭和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但是这一对夫妇呢就很奇怪了，他们跟这个小男孩见面，因为这个小孩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就失去了双亲，所以呢他们就见面了。见面了之后呢，这一对英国的夫妇就说我们会带他去英国伦敦，在那里让他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且我们也一定会把他当做这个亲生孩子对待。那么整个的这个剧情发展到这里基本上它都是非常正面的，跟所有去领养孩子的外国的家庭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接下来他们的行为就非常奇怪了。首先他们就给他这个孩子购买了2份人身保险，花了1.5万英镑。那么保额有多大呢？保额相当于15万英镑，就约等于136万人民币。这里最引起大家这个关注、最奇怪的是，这2份保险的内容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如果这个小男孩叫 Gopal， 他意外死亡的话，那么作为投保人，同时也是他们的这个孩子的养父母的，他们会收到10倍的赔偿，15万英镑，约等于136万人民币。然后到这里就有点像好莱坞的大片，那种惊悚片、恐怖片，就觉得因为很多人都在领养，我刚才说到了，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孩子还没有带回国，你就先给他投保了这样的一个意外死亡的保险，这是不是你会觉得就有点蹊跷了呢？就有点猫腻了呢？但是呢，当地人包括这个孩子和他的家人，他的姐姐和姐夫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还沉浸在这种被领养的这种幸福感当中。因为你知道的被欧洲领养了，那么孩子就可以到欧洲，比如被美国人领养了就可以去美国，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他们的教育更好，环境更好，生活会更好，是不是更有钱？那就会更有前途啊。那么大家都这么想的就觉得挺好啊，那就把这个保险买了吧。买了以后，这个小孩子那2个人就回英国伦敦了。然后这个小孩子一直在憧憬，
他一直在幻想，在梦想他到英国伦敦跟他的养父养母生活在一起，他的未来的前途，他和他的姐姐姐夫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很奇怪的是，还没等到这个伦敦的夫妇来接他，给他买票让他去伦敦，在2017年2月8号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在乡间小路上准备回家的勾炮和姐夫突然被2个男子绑架并且行刺，然后没有反抗力的小男孩被狠狠地刺了几刀，姐夫也为他保护他受了重伤。即使在这个时候，在抢救送往医院的时候，他心中还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我要好好活下去，我要等我的新的爸爸妈妈接我去伦敦呢。但是由于伤势太重，他没有来得及探索这个美好的世界，他就去世了。但是当警方介入调查之后，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警方抓到了，这是那个伦敦夫妇的不幸，警方抓到了事发的时候的那名凶手。这个男子一开始不说，但是警方严厉的审问，他终于开口了，而且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线索。他说，我和 Artie 和 Carvel 是朋友，就是英国的那一对夫妇，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和他们走得很近。因为这个英国夫妇他当时是登报去寻找这个领养小孩子的，所以的话，当时这个小孩被认领了之后，大家都知道啊，一个小地方啊，一个什么邦，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闻，马上就联想到，这不是那个小男孩的养父母吗？去了英国回去了，养父母啊。然后警方，你想，警方如果再傻，他这个时候都已经明白了，而且所有的人，即使你再傻，你都应该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一问，哦，他们还办了保险，对吧？还办了这个小男孩的人身意外伤害的保险，那么一联系起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审问，最后终于搞明白了，这对夫妇为什么要去领养这个孩子呢？因为这里有他们留学的时候认识的这些朋友，所以干事的时候比较方便。为什么又选中了这个家里面没钱的小男孩呢？因为他没有钱呢，没有权，他完全是弱势群体呀，是这个社会当中最弱势的人呢。而且他的姐姐和姐夫也是非常普通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所以杀掉他也没有什么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干嘛领养完之后就不立刻带孩子回伦敦呢？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计划带这个小孩回伦敦。那么干嘛要给这个小男孩花那么多钱去买保险呢？这个答案我想根本就不用再猜测了，答案的明确结果就是所谓的养父母正是小男孩和姐夫死亡的幕后的黑手，杀人的。所以我说了，今天我看这个新闻我非常震撼，这跟那个我们经常看到的大片啊，这个电影里的惊悚片呐，真的很相似啊。你在家里面坐着无灾无祸，虽然穷一点，但突然有一天有人给了你希望，然后完了他是来杀你的，他们就是谋杀犯来谋杀你的，这多么恐怖啊！说明人性多么悲凉啊，说明人性多么不堪呐，对吧？然后他们就开始，他们付了多少钱去杀啊？给杀手付了他们的同学，他们同学也真够可以的，这个学校可以调查一下，为什么培养出来的是杀人犯和这个杀手？很奇怪，6000英镑，50万卢比。那剩下的钱他们会按照每个人投保的金额的比例去分配啊。早在2015年他们来印度之前，这3个人就已经在伦敦会面，开始密谋收养和谋杀这些事情了。多么残忍！这136万人民币，为了136万人民币，他们从2015年开始就开始在伦敦，而且还是跨国，这个是跨国的一个行动，来密谋收养和谋杀。然后在印度政府的要求下，Artie 和 Carvel 2个主凶养父母，在2017年6月在英国被捕。
印度方面以双重谋杀罪等多项罪名起诉了这对夫妇，同时也做好了将这对夫妇带回印度判刑的准备。但是到现在，这对夫妇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一点英国方面拒绝了。所以这叫报应，知道吗？因为最近有一条新闻，就是英国的一个男孩子被美国一个外交官的妻子开车给撞死了。撞死了之后，那个人马上坐飞机，用他的外交豁免权回到美国。现在英国正在跟美国要人，这也是一样的。印度跟英国要人，要这两个谋杀犯，但是英国方面拒绝了这个请求。一旦把他们带去印度，这对夫妇将面临着不可假释的无期徒刑，不论怎样都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这是不人道而且有辱人格的。根据欧洲相关法律，我们无法答应这一要求。所以我告诉你，英国人非常的无耻，英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种，非常的无耻，从来都是两种标准。他又会一套说辞，他觉得他是正义的，他肯定给你编一套自由民主各种普世价值的东西来跟你讲。但是一旦到他们犯罪别人揭露出来的时候，他又会有另外一套说辞。一旦在别的国家发生跟他的国家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双重标准，双标，他们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说，在你那里就是不对的，在我这里就很正常啊，我就是应该欺负你啊，呸，你凭什么欺负人呢？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跟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一点。这两个杀人犯到现在，今年是2019年，仍然没有绳之以法，还逍遥法外。这只能说明什么？很多人说西方的法治，这只能说明西方的法治，但是说明的是哪一方面？说明的是无法无天，法律是他们嘴上可以用来愚弄别人、愚弄别的国家、愚弄弱小国家的什么一个工具啊！他们所有的口号，他们所有的价值观，那都是说给你听的。一旦在他们头上，这个事情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可以不遵守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价值观，他们可以不遵守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人间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标准，他们可以不遵守任何法律。所以搞清楚这一点。